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Storm Toys Storm Arena 系列里面的范马刃牙花山薰。花山薰这个角色，相信喜欢范马刃牙这个动画或者说漫画的朋友都不太陌生啊。这个角色呢，可以说从出场开始到目前的这个漫画里面状态，它的形象和外观上面其实是发生了几次变化的。尤其是因为这个角色的人气，这个作者还给他专门画了他的这个外传的单独篇章，比如说呲面啊等等。在那个篇章里面，它整个画风或者说整个的颜值又有非常大的提升。整体来说呢，合绘上面是还原了这个玩具的一个剪影，这个剪影上面把花山这个刀疤脸或者说呲面还原的是非常不错。但是明显呢，这一次是西装暴徒的造型，个人觉得呢，以这个玩具厂商的情况来说，肯定会把它的这个战斗形态或者说暴衣形态露出背后侠客力纹身的这个状态再出一遍。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肌肉量更加夸张的视觉效果，尤其是在范马刃牙的这个画风里面，它整个的 X 型身材应该也会因为玩具化显示的就是非常的立体。那看到背面呢，依旧是这次玩具的这种常规包装的风格 ，pose 图一览，整体来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实物表现到底如何吧。好的，本次 Storm Toys Arena 1:12系列的花山薰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严格来说不是全部的，那个支架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我还是希望官方把支架取消掉，然后多放一些特效件进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更好玩一些。那个支架呢虽然做的还行，但是每一款都放，然后呢你不去给一些应该给的特效件，或者说更多的头雕，我觉得属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操作。你甚至可以把那个支架取消，然后再把这个价格再拉低一点，我觉得都是更好的更有效的操作。那回到这次玩具本身啊，我觉得内容物方面相比起前面的两座 Bucky 和这边的这个范马勇次郎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的配件量算是有所升级的。因为之前父子二人呢并没有其他的这个特效件，这次呢这个花山薰的战斗风格非常的单纯，基本上就是应接你的招式之后，然后用他的天生神力去攻击。因为他的战斗美学就是你打完一套之后，他承受完再去打你，然后打到你服为止。再就是握击啊等这一些非常有趣的半圆科学的这种半圆身体构造学的这种设定。那这个角色呢聊完之后呢，我是觉得玩具玩上去之后跟我期望值是稍微有些落差的。因为首先呢，从这款玩具360的在镜头面前转一圈看一下，这款玩具身上的关节切分还有整个造型的呈现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去玩过的一个系列，叫做超像可动系列。那个算是日厂的或者说日系的这个老牌的可动厂商里面，我一直当时出这个 JoJo 的奇妙冒险的一些系列人偶还有替身的时候呢，我是特别想去买这个白金之星等等的。但是后来玩过太多的人偶之后，我又觉得他们的这个关节设计呢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而且头雕呢也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那这一次这个西装素体的这个切分呢确实是非常的碎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款玩具呢，它肯定也是想保证在可动比较优秀的基础上，同样兼具这个造型。那么拉近镜头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表现啊。首先呢，花山薰的这个头雕默认的是不戴眼镜的，我这边是把它这个眼镜给戴上了。因为在故事刚登场的时候，花山薰还是一个高中生啊，当时的这个作者是把它刻画成这种非常面板型的这种黑帮暴徒的形象，力量很大，然后呢脾气非常的暴躁。然后后面呢又把它刻画成了这种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侠的这种形象。我觉得算是把这个人物因为人气方面还是一些操作的原因，把他这个人物的这个形象有所提升啊。那这次的这个呲面或者说面雕方面呢，应该是还原到了这个死囚篇跟斯别克战斗之后的造型。因为你可以看到脸上的这两个腮帮子处的伤口是有还原出来的。虽然我觉得应该这个伤口啊
做的再立体一点，或者说面积做的再大一点，毕竟是被老爷子逼着吃了子弹的，对吧？整体的观感还可以。取下眼镜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华山勋如果没有这些伤痕之外的这些装饰啊，它整个面容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也都是那种类似于丹凤眼的感觉。它发达的咬肌呢，也是刻画的比较立体，这一点呢，跟同系列的斑马勇次郎比起来，它的咬肌就显得更加发达了。然后头部这个油头直接连着非常夸张的这个脖子颈部的这个斜方肌，但是你一转到后面去，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奇怪了。最好的还是把这个脖子往后走一点。我是觉得其实他想做出这个方形的感觉，但是这个脖子呢是有些过于突兀了，需要一些借位。这个斜方肌呢，应该是再往旁边走一点。这个衣服呢，还是这个造型做的不够好，不够立体，稍微有点差强人意啊。可动性方面呢，头雕我们看一下，抬头幅度到这个地步，其实是利用了一段脖子可动，低头幅度呢其实也是不错，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前伸。那手臂的平台呢，这边还是这个蝴蝶关节，蝴蝶关节呢有点像高达的那种结构，一个球形关节的根部，然后可以上下，然后外翻，直到穿帮的这样一个程度。软胶的胸口呢，这次做的是西装的这个零件，但你可以看到这次涂装方面呢是有点拉了大胯了。无论是你看这个眉心或者说这个眉尾这边的这个眼睑处的一个像刺青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上面到处可见的溢漆和飘漆，我觉得涂装是稍微有点差点意思的。可动方面呢，肯定是不在话下，手臂平台超过90度，弯曲刚才翻转也没有什么问题。软胶的胸部，挺胸幅度呢其实也还不错，而且呢做到了一定的防穿帮。你打开这边的这个扣子之后呢，你会发现 Stone Toys 真的是非常执着于它那个小方块的这个腰部弯折，把这个裤衩打开，这个小方块还存在，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处理要比这边范马勇次郎这个方块直接放在这个肚脐眼这里要处理的好的多得多啊。这一点呢，我觉得算是在这个系列里面有所进步啊。包括那个 Stone Toys Arena， 我当时没有继续去买什么沙加特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街霸的少年街霸的这些角色，也主要是因为那个肚脐眼的这个方块切分实在是有点太脑残了。明明其实可动性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切那个零件去破坏整个外观了。手臂方面呢，二头肌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那外摆内收的旋转、根部的旋转都没有问题。依旧保留了这个下拉关节，往下一拉，前贴幅度，这个软胶零件真的很软，而且建议大家打开玩具之后呢，还是检查一下它这个裤子的部分。我一打开，我这个裤子是严重变形的，这个软胶，然后加热之后呢，去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可以看到涂装方面，还有这些打理方面的都有一定程度的赶工迹象啊。那弯曲的幅度呢？膝盖弯曲的幅度，小腿贴大腿没有任何问题，脚尖的可动非常紧，脚部接地也可以。这个皮鞋我很喜欢，锃光瓦亮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程度的浅灰色的阴影涂装，包括呢这个西装上也能看到一定程度的阴影涂装，不会是白白的一片。个人觉得质感方面是 OK 的。那这次的配件方面呢，是给了一个大大的这个出拳特效件，这个特效件呢是专属于这边这个右手的，当然你强行套到左手上面也没有问题啊。然后通过这个非常好的腰部和髋关节的可动，你做出摆拳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然后做出这种大力挥击的这个动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个人觉得这个配件给的还是相当实在的。比如说你做出这种非常强力的这样一个摆拳，那甚至呢，其实华山的战斗风格在漫画里面，或者说他的其实刃牙里面很多次精彩的经典对局和对弈呢，都是由华山贡献的。无论是这个所谓的武藏道里面他和武藏的那场战斗，还是死囚篇里面他和斯别克的那场不死不休的
就是无呼吸连打对硬扛之后的这个硬汉之战，包括呢他和皮可在街头呢的一次短暂的对垒，我觉得都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个简单的特效键呢，其实也是能够反映出华山战斗的这个特点，个人觉得是非常优秀的。那其他的手型部分，而且呢，其实它这个脚掌的大小也给的非常不错。那即使我在镜头面前不需要支架，然后稍微摆一摆它的这个重心，应该也是能在镜头面前完成这个站立的。非常不错啊，就是这样站立完成，打击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往侧面稍微摆一摆啊，利用一下后面的这些玩具的支撑，或者说，这个样子，还可以，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啊。因为我在镜头面前摆嘛，所以说你会看到我稍微有些尴尬。其他的部分呢，头雕也换过了，我觉得自牙头也还可以。剩下的手型方面呢，就是这个捏东西的手型，当然你用来捏别人的腿啊，其他人偶的腿啊，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开掌手型。每一个手型上面的伤痕，然后手指上面的这种疤痕体质的这种细节刻画呢，也都做出来了。我比较迷惑的是这个手型，这个手型是比爱心吗？还是说它是要描述这个撕扑克牌，亦或者说是把这个眼镜拿下来？眼镜拿下来，我理解就以前我也是戴眼镜的，我做了这个激光手术之后啊，大概10几年前做了这个激光手术之后呢，已经忘记了这个戴眼镜的感觉。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去拿过眼镜啊，就很诡异。这个手型到底是干啥用的？反正大家给一下出处吧。那其他的，我觉得这款玩具没有什么太大的槽点，价格方面也还比较合适。而且目前出货之后，现货的这个价格也没有比预定价格高出太多。如果一开始没关注这个系列的朋友呢，想回去追，我觉得追刃牙系列的话呢，目前3款玩具都有它的这个价值，其他2款父子啊，目前的现货价格到底是怎么样，我其实是没有去查的。但是如果说你想继续玩这个系列的话，花山薰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推荐入手的，因为整体西装的素体啊，西装的这个造型，在你的1:12的可动玩具里面还是非常少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的身高对比。身高对比呢，先拿他们自家目前出的，首先是 Bucky， 这两者呢算是挚友了，在战斗了几次之后呢，真的算是一个挚友的存在了。Bucky 和这边的花山的身高，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对比 OK。然后跟永次郎永博比范马永次郎略高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花山薰的肌肉量相比起永次郎来说的话呢，其实甚至感觉他的肩膀没有永次郎这么夸张了。整体来说，我觉得花山薰还是要再做大一点。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其他厂牌的这个横向对比了。那顺便说一下，花山薰在我测量的身高里面大概是接近17公分，并没有到17公分的样子。所以说呢，如果说跟美系的厂牌去比的话，尤其说拿出蜘蛛侠来说，它也只比蜘蛛侠高出一点点。但如果从设定上来说，花山薰是一个2米的大个子啊，这点可能说的不对，反正至少是这样一个巨汉。不应该比这个蜘蛛侠只高这么一点，在我心目中，它应该是类似于蜘蛛侠和金并这样的身高差。那如果说拿出这边 Storm Toys 的，不是 Storm Toys， 是我非常喜欢的加达 Toys 的这边的这个拳王做一下对比，那拳王的这个身高呢，也是我心目中应该跟花山薰差不多高，甚至比花山薰还要矮一点的存在。但是呢，到了这种就是正儿八经做美系玩具的这种大尺，也不叫大尺寸啊，就是所谓的美系1:12 vs 日系1:12，这样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个人觉得，就 Storm Toys 这个产品线，如果你自己喜欢玩刃牙的话，这一套玩具放在一起，身高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跟其他美系玩具互动的话呢，摆在一起呢，可能身高方面就会或多或少会觉得头做小了啊，或者怎么样呢，比例有点怪啊之类的。但是总的来说呢，这款玩具还是一款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入手的1:12可动人偶，尤其是如果你喜欢花山薰这个角色，喜欢范马刃牙这个 IP 的话呢，这款玩具还是不容错过的。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偷羊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